素来听闻商场宫最不喜我们这些妇人平日里最爱听的孽缘情债、相思成灾的戏码。今日这单刀会，可如何？贵妃娘娘，这空会大事圆寂不到7日，您此番要我入宫，实乃不妥啊。谁人规定大妃不可奏乐听曲？昨夜我与陛下听了拜月亭《情女离魂》，戏里戏外忆少年，夜风催泪红妆干。最后倒叫那唱曲儿的人嗓子受了凉，这听曲儿的人眼睛成了风云泪。难怪陛下今日早朝，精神比前几日顺遂许多，原来是娘娘的功劳啊。可我昨夜听了《窦娥冤》，许是年岁到了，竟品出了一些平日这戏文里不曾有的东西。娘娘，其实您喜欢的并非是关汉卿的曲目，马致远的更适合您。像昨夜的《汉宫秋》，陛下可没少哄您呐。有道是立名节，是非绝，红尘不向门前惹，绿树偏移屋角遮。青山正补墙头缺，竹篱茅舍。看来平日我宫里的人没少受商场宫的照顾。都是诚意之礼。不知这东极市场的绿树竹篱，能否遮得了西厂的是非呢？贵妃娘娘，锦衣卫、东极市场、西极市场本就是同气连枝，向来都是睚眦必报，哪有哑巴吃黄连的？再说了，在刀尖上唱戏，都要做好死无葬身之地的准备。您说是不是？放毒暗杀，不要惊扰城中百姓，有杀无论，一个不留。哎呀，快去，走！哎呀，待会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千万不能出声，只要你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，知道吗？10年前，京师屡发朝臣或普通百姓家中一夜间满门被杀的惨案，最终东极市场却以狐妖现世的理由遮掩真相。解决方案只是请空会大师做法出面镇妖。京师灭门案如此草草了结，真相在京师百姓心中不言而喻。京师亡命、匡财、邪仇，视东极市场为枯穴，何其荒唐！夏公子命中于老衲，有绝处逢生之机缘，与我回灵谷寺，却仍是死局啊！若你想活命，需挥去迷骨于世界，我心肠的快意恩仇，忍辱偷生3载，3载，再3载，10年恩怨，破浮屠。昭义此寿
毒王大师，救命之恩！谁来救救我？我真的还能活下去吗？爹，我要救他。哎，天下乞丐众多，你是见一个救一个。是唐门少主，将是江湖第一剑客，为身之所恶，以成人之所及，乃侠者。我唐喜之名必将名扬天下，威震江湖。剑指苍天笑，天怜侠士才，天命也。空会诚不欺我，孩子，你命不该绝，又与我唐门结缘，我会派人授你安身立命之法，以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1上，2上，3上。准备，放！在唐门的帮助下，我的户籍变为2级，拜师学艺，加入神机营戎马战场，得到手刃奸贼的机会。末将张毅拜见将军。好，早闻你骁勇之名，今日一见，好个身长8尺、英姿勃发的少年郎啊！陆军师，你瞧瞧，容貌倒比你还俊俏几分。哎呀，将军莫要取笑我，张参军是凭本事入我神机营，今日仔细一看，确实容空会大师见他入神机营时揶揄，让咱们把军营周围的姑娘都看紧点儿。将军的棋艺又精进了不少啊！兵者，诡道也，实则虚之，虚者实之。我棋艺虽不如你师承空会大师精湛高深，但从这兵道之中，也能摸索一二。空会大师棋艺那可是楷模啊！将军，张大人，陆军师，这是您京师家中送来的加急线。家中有喜，家中有喜啊！何事让我们向来稳重的军师如此惊喜啊？禀将军，是大喜。哦，家中书信，娘子怀有身孕3月有余，如今胎相安稳，盼我行军结束，早日归家。别看我们陆军师平时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啊，这到了关键时刻，是个绝对不含糊的真男人啊！成亲不过3月之余，便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了。怪不得陆军师前几日行军的时候，走路形同杨柳，小腿直打颤。你的努力没白费呀！嘿，你小子到了而立之年还不成家，成天在军营里跟那些老兵蛋子们混在一起，我看以后哪家姑娘肯接你这主？去你的！哎，陆军师，你这消息不灵通啊！但还真有女子就好张毅这不着调的尿性。你别说，我知道。好像是张伙夫的妹妹吧？张毅，要我说，那姑娘确实对你一往情深，不如啊，你就从了那位姑娘。日后呢，你2位哥哥呢也能沾你的光，加个鸡腿什么的。哎，我说你俩得了啊，别调侃我了啊！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上门提亲的啊？哦，难得我们张毅啊，提亲姑娘啊，
哪家姑娘？年方几何？可有小相？来，让我们瞧瞧。自然是要入赘蜀地，再多呢我也就不便说了。这会儿应该在外面玩呢。哎呀，哎呦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啊！这瓜娃子的婆娘，听说比前一阵子大闹军营的袁尚书家的魔王还要混几分。哎呀，想要取得如花美眷，可真得要凭几分好本事。世间霜月满地，朔月唯有一轮。我家花娘子也是我百般求取而来。要我说，你们这种即将成亲之人和已成亲之人，就是不懂我们这种未成亲之人的快乐，对不对，福哥？张大人，等这次战役结束之后，俺也要成亲了。你也有这种好事啊？场尉大人，我知道身为场外暗桩，想要金盆洗手是坏了江湖规矩，但是我实在不想再做这等营生了。若脱离场尉，是要自废看家本领的。没了本事，你今后靠什么养活自己？废了本事，我可以再捡起来。只要人不死，本事就不会丢。哎，有人愿意撞南墙，我自然不拦着。爹，嫁妆的图案是我和张婶聊的，他们啊都说张婶是双全人，家中父母公婆双全，儿女双全。我希望我也这样。我虽然没有张婶那么大的福气吧，但我希望和福哥成婚以后，儿女双全，爹爹长命百岁。你呀，要是嫁给了张秀才，你的这个心愿呐，十有八九的是能够达成的，可偏偏又是猎户家的傻蛋儿。哎，他要是青袍美少年，我便当你是猪油蒙了心，也没瞎了眼。可那玩意儿，呆头呆脑，黑不溜秋的，跟块炭似的。你让我怎么说？你不许这么说，福哥。我和他已经定了亲，你再怎么不喜他，那也是我未来的夫君，你的女婿。再说，你也没少吃人家送的山兔子肉。他要是把山兔肉都给我端了，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啊？也就是你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要嫁他，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定这门婚事。神机营6品校尉，名头听着好听啊，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人。杨门女将的戏文听过没有啊？一打起仗来，今日成亲，明日就成寡妇。将门且如此，小兵亦如何呀？要我说呀，不如回来当个猎户。呸呸呸！不许这么说他，明明是你说男儿不展风云志，空负天生8尺躯。福哥志在与神机营将士们征战沙场，保家卫国，怎么到你这儿又说三道四了？来，过来。
是弟弟对不起你。一早让你没了娘亲，又毁了这如花似玉的皮相，最后又嫁了个不入眼的女婿。爹，爹，我已经选中福哥了。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已经认定他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和福哥已经商量好了，等成婚之后，在他家院子里再盖一间屋，我们把你一起接过去，咱不分家。这不合规矩啊！你告诉他，盖东西2间小房，我东西多，放不下啊。进来。拜见岳父大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今天早上刚打的神机，给岳父大人打牙祭。你还有3个时辰就要走了，干这些劳神的活干嘛呀？这不是想让岳父大人看顺眼点吗？我要走了，让岳父大人在你跟前多念叨俺2句好话。哦，对了，林峰将军已经答应俺了，等这次回来，他给我们主办婚礼，到时候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门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没想到啊，还有机会能见见大英雄呢，厉害呀！真美。以后别擦这些东西了，是药3分毒。你我情谊不在于此，能青梅竹马结为夫妻，是俺3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啊！这还没成亲，就是成了亲，也不准在我跟前啊！可我还是放心不下。这个你拿着，这个是我爹和我娘从空慧大师那里求得的平安扣，我自幼带在身上，如今你拿着，就当是我陪你了。疯丫头，这种有灵性的物件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给我拿回来！不许，它就是我的命。我等你，平安回来。我会回来的。商场公，神机营大军开拔在即，临行前我有桩心事要聊。这是我按照将军府迎娶主母规矩下的聘礼，朔月是我花钱从花满楼接走的，我已知其中缘由。我身为神机营将军，本不该平白无故受他人恩惠，既然是自家女儿，礼数不能少，嫁女儿该有的体面应当得有。林将军，你今日能来寻我，这证明朔月姑娘已经跟你摊牌了。她追随我20年，我视她如己出，虽安插在花满楼做花魁，但生性如野兽，且不需被男人同情。能得到花娘子的亲情，林将军也是好本事啊！对待朔月这般奇女子，给予尊重与自由，她的心自然能够找到归宿。商场公若是真将朔月视如己出，而非东基市场的得力场卫，会因她流泪而不知所措，百依百顺吗？她只不过是浮于表面，做戏而已。拥有真正的资源和实力，才是她生存的根本。商场公教女有方，自然不假。世人对待女子的教养，大多都是贤妻良母，以成亲为使命。琴棋书画不过也是名门闺秀的必要条件。终其一生无聊反复，不得头绪。朔月却是自身闺色的花朵，令人着迷呀。
林将军，如果真心想娶朔月姑娘，那我就将她以左都御史嫡女的身份嫁与你，这样朝堂之上也不会有人诟病，还有对你日后的仕途也不会受到影响。此时林某早已深思熟虑过，我既然已认定了花姑娘为妻子，何须在乎她的出身如何？成亲之后，我便带她到西域边塞、海域南疆，为她拼个体面诰命夫人的头衔。夫妻二人逍遥自在，何须在乎他人之所见？好，林将军果真是通透性情中人呐！我会按照你的规矩，将花娘子送你府上。尚长公，军中事务繁忙，我就不叨扰长公了。林将军，此次瓦剌进犯，还需要你多费心操劳啊。尚长公，大丈夫既已身许国家，许知己，唯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保家卫国本就是我大明男儿的分内之事，朔月也十分中意我如此。将军，方才言论实属有些不妥。大军即将出行，您现在与东极市场开诚布公，属实有些莽撞了。现在朝廷之中，常为离间诬陷，罢免帅之大有人在。若您此次为表忠贞之志，此次凯旋归来，我便会向陛下辞官归隐。其余的事儿，不许多说。将军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将军别丢下我们二兄弟便是。好，好兄弟。刚才你也预先见识到了，以林将军的胆识见识，能得到花娘子的青睐，不足为奇。他既有盖世英雄的资质，又能在朝堂上处事以诚相待，绝对不是一个武蛮子。若他只是单纯的国之良将，何须你这样大手笔派花娘子接近？再怎么说，那也是我大明朝唯一火器部的神机营将军，骁石、火炮、火铳、火箭、火戟旅、大小铁炮、神机箭，拥有这样的兵权，带再少的兵都会无往不利。谁不想吃这块肥肉？但他林峰太过拥立自宫，难以制服。我本以为你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无用功，但谁曾想，你做了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。美丽的花终将枯萎凋零，这也是拥有生命的宿命。宁可自损800，也要伤敌1000，将它永远停留在最为绽放的时刻，也无可厚非。花会凋零，月至伊始，周而复始。我怎会容得下这种蛮子摘了去？不过，神机营到头来还得我西极市场出面处理。林峰要怪，就该怪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实乃天道。这回没人能帮得了他。此番战役由汪长公代替陛下带援兵而来，
对于我们来说，当真是有如神助啊！我虽是内官，但这些年也常常带兵征战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但比起将军，还是相差甚远。此次前来援助，也是不想神机营太过损耗兵力，保我大明一方平安。如此，林峰将军率神机营打头阵，引瓦剌大军到峡谷之中。一旦大军入谷，汪场公带援军埋伏在四周，伺机伏击。如此，我军必将大获全胜。将军，此举太过冒险。若是瓦剌未能进圈套，或者援军未能及时赶到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正因瓦剌诡诈，我们才要以他们最为害怕的神机营为诱饵，让他们以为大军在峡谷之中，而并非伏击。此计甚好，在此愿意助将军一臂之力。若将军不放心，亦可派军师伴我左右，时刻提醒我出兵的时机。此次战役能得到西畿市场场公相助，简直是如虎添翼啊！汪场公有将帅治世之才，难怪朔月常将你挂在嘴边啊。怕是说我只不过是个会挟势弄权的宦官内臣吧？汪场公且能小觑自己，长他人威风。朔月视你与商场公为至亲至爱之人，绝不会有半点诋毁的意思。哼，玩笑之言。功名利禄可以再争，若重视的人没了，就无济于事了。将军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朔月与我的情谊。好，那一切就仰仗汪场公与我配合了。爹，好看吗？福哥前一阵子在信里说了，神机营马上就要凯旋归来了，陆军师的妙计必能大获全胜，到时候他还能立个军功，我们盖瓦房的钱还能多出来呢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呐！真是白便宜那个小子了。爹。瓦剌大军已派出主要兵力来应对我神机营，如今已落入军师圈套，只等西场援军及时收网。长公大人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瓦剌已持神机营诱饵进入圈套，成败在此，就等您天降神兵。我大明朝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缺席之辈。神机营众将士听令，今日死战！我将武装准备，放！
陆军师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大明神机营靠着火铳火炮自建，人没了可以再造。长公大人，求求你了，您赶快发兵吧！他们是被我大明浴血奋战的战士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呐！神机告辞。他们同意充当诱饵时，就应该知道，有些牺牲是必要的。一寸山河一寸血，神机营誓死护卫将军周全，尔等休想靠近半步。西厂联军为何还不来收网？西厂燕贼王之神机营300将士。神机营今日找了太原道，我等怕是不能凯旋。我此生不负门楣，不负大名，一生无悔，唯独负了我那为国门的妻子。山之为山，江之为江，如山屹立，随江逐流，丹心碧血，此生无憾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时辰已到，出兵收网。将军，援军来了！将军，援军来了！张掖，张掖，谁呀？张掖，是我呀！张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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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掖！小哥，有福哥的信儿了吗？巧儿姐姐，别等了，方才我给福哥家里送了信，神机营诱敌深入，300将士战死峡谷，福哥他死了，如今尸体正在运回来的路上。
身为军师，是我支持林峰将军与西厂提督汪直联手以破瓦剌大军，是我对不起将军和神机营死去的300战士。我独活于世，日后有何脸面再去看张掖，还有在下面的他们？没出息！你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不是说前线瓦剌大军大败，为何京师人人愁眉不展？你何时只执迷于结果？你能在武林大会取胜，你付出了多少？那么一场战役获胜，又要付出多少代价？神机营300多将士，归来之人寥寥无几，到底是谁负了将士们的热血？你怎么忍心让他跟恶虎对视？因为他是自由的。听闻张守备入神机营是为了立功进锦衣卫，我这儿最近倒是空闲出锦衣卫4品镇抚使一职。怀大人，张毅生性鲁莽，这次经历生死之战，又多了贪生怕死之恶习，难担锦衣卫重任。前几日我已奏请陛下，看在已故将军林峰的荣光，赐予我大理寺少卿一职，为百姓排忧解难。张毅，张毅，我陪你送将军。你走开，将军不需要你这样的懦夫。滚蛋！此仇不报，死囚！这些都是将军留给你的。他说，神机营今日找了他人的道，我等怕是不能凯旋了。我此生不负门楣，不负大名，一生无悔，唯独负了我那魏国门的妻子。他是如何死的？将军死前，亲手杀死瓦剌30余人，站在我神机营300将士尸体面前，屹立不倒。义父，王迟，你们为何如此待我？乔儿，乔儿，乔儿。
说的啥呀？你个不孝女！你怎么能不想自己一个人在世上？青梅竹马，两无猜，生不相守，死相随。黄泉路上结伴行，夫妻恩爱续来世。王直怎会去增援神机营？他从来不干这种损兵折将之事。一骑失常，乔儿，你和女婿安心上路。只要爹还活着，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